随着叶凡等人来到江家恒宇大地练兵所，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绕行数十里，避开误区，寻找出路。然而，当他们攀上高地，眺望远方时，他们再次感受到了绝望。地平线上出现了3道人影，他们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朦胧而飘渺，仿佛是神明一般的存在。这种景象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深深的恐惧，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接近了太初古矿的中心区域。叶凡和老刀把子带领其他人逃离了那个地方，他们不敢停留，只能不断地寻找逃生的方向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发现自己似乎总是在接近太初古矿，这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他们开始怀疑，那些神明般的存在没有对他们下手，可能是想逼迫他们走进太初古矿。叶凡和老刀把子等4人站在血色的沙石地上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他们已经接近了传说中的太初古矿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难以言喻的恐惧。李德生和陈怀元2位修士更是身体颤抖，几乎无法站立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2人向老刀把子和叶凡求助，希望能够找到逃离的方法。老刀把子虽然试图安抚他们，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感到了无助。叶凡清楚，他们可能陷入了元天书中记载的一种有神元自然滋生的场能，这种能量扭曲了空间和时间，使得他们无法逃离。在一番尝试后，他们发现自己似乎总是在绕着太初古矿转圈，无法真正远离。更是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恐惧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进入太初古矿的范围，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。叶凡决定采取冒险的行动，他需要向太初古矿方向前进，以便更好地理解这里的场能，并寻找逃生的方法。尽管这个计划充满了风险，但其他人在绝望中也不得不同意尝试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。在深入5里后，他们震惊地发现，他们实际上已经深入了20里，这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叶凡利用元天书中的知识，在地上刻下了特殊的纹络印记，这些印记成为了他们返回时的重要指引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，他们逐渐接近了太初古矿，也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景象。李德生利用他的阴明眼，看到了一些在星光中沉浮的尸体，这些尸体似乎在沐浴着星辉，然后又缓缓沉入地下。这个场景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深深的不安。最终，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吸力，仿佛太初古矿中有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可以吞噬一切，让他们意识到太初古矿的神秘和危险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。他们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和恐惧，仿佛有无形的重量压在他们的心头。突然间，天空中的星光和月光消失了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黑暗吞噬。4人对此感到震惊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他们是否会因此而丧命。李德生试图用他的左眼窥视古矿的方向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觉得那里黑暗的令人恐惧，仿佛能吞噬一切。突然，他痛苦的大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眼角流下了血迹。在叶凡和老刀把子的帮助下，李德生恢复了过来，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似乎能够吞噬整个天空。不久后，星辉和月华再次出现，驱散了黑暗，但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很快，又一个黑洞出现，再次吞噬了所有的光辉。老刀把子意识到，这可能是太初古矿在吸纳天地精华，他催促大家赶紧离开，否则可能就走不了了。叶凡带领着其他人小心翼翼地退出了这片区域，他们不断变换方向，避免直线前进，以免触发未知的危险。在逃离的过程中，叶凡不断地在地上演算，利用元天书中的知识来指引他们的方向。他们迂回曲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最终成功地脱离了那片古怪的地狱。叶凡感到精疲力尽，他坐下来休息，并喝下了神泉来恢复体力。陈怀远对叶凡表示感激，并承诺回去后要为他立长生牌坊。但老刀把子提醒他，他们只是稍微远离了神矿，仍然在太初禁区内还有许多危险的地方。叶凡也意识到太初禁区内还有许多未知的危险，他们必须小心行事。在继续前行的过程中，叶凡询问李德生在太初古矿看到了什么。李德生描述了他看到的尸体都是人形，但具体是否为人尸则难以确定。老刀把子猜测，那些尸体可能是上古的圣主与皇主，或者是太初古矿中本来就存在的生物。叶凡感到庆幸，因为他们没有遇到活着的存在。关于太初古矿的传说太多了，每一条都比前一条更加恐怖。他们讨论了不久前遇到的3个4神明般的存在，担心再次遇到他们。然而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那3个存在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。陈怀远和李德生感到非常害怕，想要逃跑，但腿脚发软，无法动弹。叶凡和老刀把子也想要逃跑，但身后就是太初古矿，无处可逃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3个神明般的存在突然转身飞奔，仿佛在逃避什么可怕的东西。老刀把子和其他人对此感到非常惊讶。叶凡则觉得那些身影有些眼熟，他决定追上去。老刀把子也意识到，那3个存在可能并不是太初古矿的神明，而是跟他们一样的人。于是，他们决定追赶那3个存在，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。
叶凡和老刀把子带领着陈怀远和李德生紧追不舍，他们沉默的追赶，没有发出任何喝喊。前方的3人速度奇快，但由于担心误入绝地，并没有全力逃跑，因此没有将叶凡他们甩开。叶凡几乎可以确定，那3人是瑶池圣女、瑶溪和瑶光圣子。这3位圣地传人原本只是来太初古矿边缘运送石料的，却也意外的被困在了这里。在一番追逐后，双方终于会合。在明亮的月光下，他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彼此。瑶光圣子虽然眉头微蹙，但并没有发怒。瑶池圣女说道：“道长，你怎么来到了这里？我们本以为你是……”瑶溪则峨眉轻皱，语气中带着不满说道：“道长，想不到在这里与你相遇，你可真不愧为段道长的师叔。”言下之意是，叶凡的行为与段德的无良形象不谋而合。瑶光圣子说道：“道兄，这个玩笑可真有点过火。”叶凡连忙解释：“一切都是误会，我们以为你们是古矿中的禁忌存在，没想到你们也是人族。”瑶池圣女道：“看来我们都受到了惊吓，这确实是一个误会。”瑶溪叹了口气说道：“道长，我们险些被你追入绝地。”老刀把子急忙插话：“现在不是追究误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团结一致，找到离开禁区的办法。”当叶凡和其他人准备离开时，他们遇到了一个背后生有洁白羽翼的稚童。这个生物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不安，因为自古以来，太初古矿中仙少有人见到活着的生物，而见到的人几乎无一幸免。这个看似粉雕玉琢的稚童蹦跳着，他的可爱在其他地方或许会引起人们的赞叹，但在太初古矿，这样的场景却让人感到了深深的不安。7人面对这个孩童，心中充满了警惕。他们知道，这里不可能有如此纯真的生命存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孩童的真实面目逐渐显露出来，他的身体急剧膨胀，变成了一个高达5米、皮肤青绿、背后生有骨质白翅的庞然大物。他的眼中闪烁着血色的光芒，浑身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戾气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像大头娃娃的怪物，众人没有选择，只能拼死一战。瑶溪、陈怀远等人纷纷出手，但这个生物的力量远超他们的想象，轻易地破解了他们的攻击。在一次猛烈的攻击中，他甚至将陈怀远残忍地杀害，并将其尸体作为食物吃掉了。在这样的绝境中，叶凡和瑶池圣女几人都知道，他们必须放下之前的所有的恩怨，团结一致，才有可能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。叶凡祭出了他的离火神炉，而瑶光圣子则展现出了他强大的圣光术。这些强大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这个未知生物的攻势。然而，这个生物突然展开了他的真魔领域，将所有人都束缚在了空中，让他们的行动变得异常缓慢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叶凡发现自己的圣体对真魔领域有着天然的抗性，他没有受到束缚，依然能够自由行动。叶凡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迅速地将离火神炉祭出，将那个生物困在了炉中。尽管这个生物在炉内疯狂地挣扎，但炉子却出人意料的坚固，没有被破坏。瑶光圣子和其他人都为叶凡的手段感到惊讶，他们开始相信，或许他们真的有机会战胜这个怪物。叶凡的离火神炉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它不仅坚固无比，能够承受生物狂暴的攻击，还能够吸收众人的神力，将其转化为炼化生物的力量。在瑶光圣子的帮助下，他们开始炼化炉内的生物。尽管离火神炉在战斗中被打得变形，但它的结实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，即便是瑶溪和瑶池圣女这样的强者也对其感到惊讶。叶凡轻描淡写地解释说，这炉子是他云游时捡来的，但瑶池圣女似乎看出了它的来历，认为它像是太阳神炉的仿制品。在瑶光圣子和其他同伴的帮助下，他们终于将这个生物炼化成了灰烬。然而，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生物可能只是一个更强大的存在的卒子。老刀把子提醒大家，他们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更强大的生物可能已经被惊动。果然，他们很快就听到了后方传来的低沉吼声和强烈的煞气，这让他们不得不加快了步伐。在逃离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一片巨大的遗迹，这是一片广阔的废墟，木气沉沉，断壁残垣。他们决定绕过这片遗迹，但就在这时，他们感受到了一股阴森的煞气，这让他们的脊背生寒，肌肤上起了鸡皮疙瘩。他们意识到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生物正在追来，这个生物的煞气比之前那个生物还要强烈，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他们不得不拼命逃跑，希望能够逃脱这个生物的追捕。